对劲儿哎。怎么了？看这星宿排列的卦象，我在16字阴阳风水秘术里见到过这阵势，这绝对不是一般的地儿，是少有的宝地。来火了！为了确定墓穴的具体位置，胡八一赶忙掏出罗盘，并对照天上的星宿勘测起来。巨门星、左辅星、右弼星，3星闪耀，排列成一个正三角形，中心太阳星、太阴星并线，好一组千家不必星吉星。你说点我们大伙儿能听懂的。也就是说，3颗星象的中心就是古墓所在地。于是胡八一当即用罗盘分经定穴，在转了几圈后，发现指针竟指向了取水的水井。为了找到精绝古城的相关线索，众人当即准备下去探索一番。没想安利满却阻止了他们。你们下去了，找到了墓穴，你们要干什么？找到了就进去看看吧。看完了呢？有价值了那就挖掘研究嘛。你们是盗墓的？哎呀，老哥哥，我们是考古，是研究。我不懂你们什么科学研究，最后拿不拿东西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那个有价值肯定要挖出来，不能让它一直躺在地下吧？对呀，这不就是盗墓的吗？不得不说，安利满确实一根筋。即便胡八一和陈教授轮番上阵给他解释盗墓和考古研究的区别，安利满依然不同意，因为在他眼里，只要从古墓里掏出宝贝带走，那肯定就是盗墓贼。见这家伙如此顽固，陈教授赶忙将他拉到一旁。趁着这个机会，胡八一利用绳索来到了井底，没想里面有一个巨大的空间，空间的一侧还有一个古怪的石门，石门上还覆盖着一层厚厚的兽皮。随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兽皮取下，而胡八一则用撬棍撬开了石门。结果他们刚一进来，墓室里就火光四溅，下一秒两边的石柱上的烛火竟全部亮了起来。不是鬼吹灯啊，电灯鬼点灯啊！可接下来的一幕却差点吓尿了众人，因为墓室里根本没有棺椁，反倒是每根石柱上都绑着一具尸体。再结合整个墓室的结构，陈教授判断这里不是一处墓穴，反倒是古代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。胖子听后立马抱怨起来，连个破罐子破坛子都没有。心里烦闷的胖子当即四处溜达，没想被一个东西给绊倒。胡八一当即俯身查看，在一番摸索后，果真让他发现隐藏在石板下的铁环。随后众人合力拉开地上的石板，并扔进去了一支冷焰火。在确认没有危险后，他们这才顺着楼梯爬了下来。没想里面还真有一个墓室，墓室的墙壁上画满了壁画，而一个巨大的石棺就坐落在墓室中央。见官发财，祝愿点亮红心留下888的朋友都能在新的一年里发大财。随后在陈教授的讲解下，众人这才知道这个墓主人正是姑墨国的王子，而姑墨国又是精绝国的附属国之一，每年要向精绝国进贡大量金银财宝，于是想求见精绝女王减免税赋，却遭到多次拒绝。姑墨王子不甘心，便独自潜入，想要刺杀精绝女王。没想发现了一个惊天秘密，凡是见到精绝女王真面目的人都会莫名其妙的消失。姑墨王子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于是返回了自己的国家。可不久后，一个占卜师找到了他，并给了他一种特殊的毒药，以此毒死了精绝女王。而王子也因为操劳过度没多久就去世了。于是占卜师找到了一处风水宝地，将他和王妃合葬在了这里。可眼前的环境根本不适合开棺，于是他们决定先做好记录，等回去后报告上级再申请发掘。咱来都来了，这不就顺手的事儿？当然不行，绝对不行，肯定不行。一时间，胖子背对得哑口无言。而陈教授也在最后一幅壁画发现了关键信息，再结合雪莉杨父亲的笔记，终于确定了精绝古城的具体位置。查克拉玛上古，这就是精绝古城啊！精绝古城，它离我们不远了。于是众人重新封好古墓后，立即向扎格拉玛山谷进发。也不知道走了多久，他们突然发现指南针失灵了，就连每个人的手表也停止了转动。众人立即陷入一阵恐慌之中。可雪莉杨却表现得异常兴奋，原来他父亲的笔记本里曾记载过这种现象，指南针和手表的异常都是由于附近存在2座黑色的磁山，而精绝古城就坐落于磁山脚下，所以现在只要找到磁山就可以找到精绝古城。可就在众人研究怎么找到磁山时，严重缺水的小叶突然有了意外发现。